旺达幻视迎来了全新高潮，托尼斯塔克硬核亮相，白幻视与猩红女巫之名来历揭晓。我是瓜皮儿，旺达幻视前情提要。上一集，女巫阿加莎自曝身份，挟持了旺达之子汤米·比利，企图知晓旺达能力的正确打开方式。1693年，塞勒姆古城，当地有一个巫师联盟。今夜，他们审判窃取黑魔法的阿加莎。她虽是巫师联盟成员，却未曾得到过认可和训练，以至于走上了黑化这条不归路。审判中，8名女巫同时做法，企图将阿加莎当场处决，却不料正不压邪，他们的力量被阿加莎反噬，一瞬间皆被榨干。即便是亲自出手的女巫之母，也难抵抗黑暗魔法，巫师联盟被迫团灭。最终，阿加莎夺下了象征身份的胸章，自己认可了自己，度过了孤独的300余年，直到她再次找到了自己的同类旺达。阿加莎在地下室里充斥着魔法咒语，旺达在这里无法施展力量，只能任由阿加莎蹂躏。这些咒语是旺达从未接触过的，他很 bug， 却不了解任何魔法常识。阿加莎公开了快银皮特洛的身份，与主宇宙被子弹扫死的快银并不是一个人，不过是他的耳目。西井镇事件发生后，阿加莎感受到了强大的魔法，前来接触旺达是想要再次突破，哪怕他已经很强了。幻术、精神控制之类烂熟于心，可在旺达制造的西井镇面前，完全属于小儿科。想要挖掘真相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后退。为了儿子们，旺达不得不妥协。第一个场景位于索可维亚，旺达的第一个家。当时处于冷战时期，一家人的温饱全靠父亲奥莱克在街边卖碟，母亲伊莲娜从来不会给丈夫添压力，即便生意不好，还是会暖心安慰。他们这对可爱的儿女让生活充满光彩。为了能让旺达身临其境，旺达自己扮演了自己。一家人每晚都会坐在一起看光碟，又能学到口语，还可以了解下别的世界。与楼下对线的士兵们仿佛处在2个世界。旺达最喜欢的是情景喜剧，他很渴望拥有电视上的那般生活，一个深爱自己的人和一个没有烦恼的世界。可这一切终将破灭，战争发动了，父母成了这一切的附带牺牲。一枚刻着斯塔克工业的导弹降落在兄妹面前，红灯每一次闪烁都像是死亡倒计时，他们只能躲在床底下，看着不远处还在播放情景喜剧的电视机，一躲就是2天。幸运的是，这枚炸弹是个哑弹，显然这段回忆不是引发旺达觉醒的时刻。阿加莎将他送到了第2个场景，九头蛇基地。因为经历了儿时的惨剧，旺达的心理出现了问题，主动加入了九头蛇，担任志愿者，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改变世界。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接触心灵宝石后活着离开。旺达心中无惧，当宝石与他相遇时，心灵破壳绽放出了原本的颜色，光芒中出现了猩红女巫。下一秒，旺达昏迷了过去，九头蛇反复调取了监控，完全看不出任何端倪。那个画面只有旺达自己知道，他们看到的只是旺达突然倒地。在隔离室里，电视节目又一次成为了旺达的一切。看到这儿，阿加莎明白了旺达的能力来源，与无限宝石建立了连接。随后，下一场来到了复仇者基地，那是复联2发生之后的时间线。仅剩的家人皮特洛阵亡，旺达心态已经处于崩溃边缘，但幻视的出现改变了他。都说机器人无情，可幻视还是个暖男宝宝。虽然无法设身处地的了解旺达的心情，但他愿意陪着旺达一起看电视，慢慢扩张自己的认知。一个从未爱过之人，一个失去所爱之人，又怎么不会成为一对恋人呢？他让旺达重新拥有了生存的希望，可这唯一的家人也被夺走了，已经接近旺达爆发的真相。下一步就是激起他渴望复活幻视的心。天剑局朔灭事件之后，旺达来到了这里，想要带走幻视的遗体为其安葬。响指的5年里，他消失了。回来的时候，原本躺在瓦坎达的幻视已经没了，屏幕上还在庆祝朔灭的人回归。泰勒局长接见了他，旺达一路冲进了办公室。泰勒表示，带走幻视前先给你看个东西。旺达向下看去，看到被肢解的幻视遗体，这违背了他的意愿。政府不会允许这样的人间兵器埋在土下，单单是他身上的震金就价值30亿美金。泰勒的意思很明显了，你不可能带走幻视，但你可以去道别。看着死都不能安宁的幻视，旺达击碎玻璃飞了出去。当他的手抚摸在幻视头顶时，已经感受不到曾经的一切。他知道幻视彻底离开了。旺达没有发起攻击，转身走向门外，一路驶向了原本要和爱人定居的地方西井镇。镇子虽小，却一片祥宁，这才是西井镇的原住民。当旺达来到原本属于他们的家时，只有一片尚未建设的土地。儿时唤醒过的生活烟消云散，从门口走进屋里，他早有准备和期待，但如今希望破灭。旺达跪倒在地，
心中的痛苦彻底释放，混沌魔法从体内爆发。片刻间，房屋成型，被笼罩小镇成了他渴望的模样。所释放的力量强大到让幻视重现，并且成了幻象中那情景喜剧中的模样。他脱离现实，在西井镇上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。这一切便是事情的起源。童年的幻想为之努力一生，到头来他还是一个人。听到儿子们的呼救，旺达冲了出去，得到了想知道的一切。阿加莎愈发感觉到旺达的恐怖，扭曲现实，自发创造，这种力量足以成为主宰。混沌魔法，宝石连接，使旺达成为了真正的猩红女巫。片尾的彩蛋里，泰勒已经实施了计划，为被旺达带走了幻视遗体，由天剑局改造研发，并且赋予了从能量场内带出来的源头，白幻视诞生了。除了虐心，我想不出别的形容词儿来形容本期内容。开篇的塞勒姆审判阿加莎，其实当年发生真实事件，大概是说出现了一种怪病，患者的行为和发疯似的，还时不时念叨着咒语，其实就是一种神经功能失调退化的遗传病。由于当时没有现代这种技术，加上宗教影响太大，人们认为是女巫在作祟，先后抓捕了200余名所谓的女巫，其中20人死于这场冤案。直到300年后的1992年，才为那些受害者以及死者恢复名誉。另一个便是心灵宝石内出现的人影是谁？看轮廓就像是漫画战衣的猩红女巫，可能这里没有别的寓意，单纯就是旺达看到了真正的自己。顺便解答一下可能会出现的疑问：为什么心灵宝石从蓝色变成了黄色？其实无限宝石都拥有着载体，例如力量宝石的球、时间宝石的阿格摩托之眼等等，洛基权杖上也只是一种载体而已。这里也让一种猜测不攻而破，那就是旺达因为某种原因重组了心灵宝石，同时也引出另一个点：旺达究竟是被心灵宝石赋予了能力，还是被心灵宝石激活了潜在能力？如果根据漫威设定来说，旺达从小就有能力，那其实也能解释通为何斯塔克工业的导弹蔫了。反之，他是被激活了能力，那也说得通，毕竟托尼制造的东西多多少少出点毛病。心灵宝石内出现的人影明显是带着头冠的。回到1693年的审判案时，母亲施法时也出现了头冠。看完这集，还是难断定阿加莎到底是好还是坏。个人是坚持之前的想法，阿加莎在磨练旺达。另一个疑点就是 X 战警快银的身份，光是从台词得到的线索，他和复联2里的确是两个人。况且阿加莎没有起死回生的能力，那最可靠的猜测就是皮特洛就是平行宇宙的快银，只不过被阿加莎控制了思想。至于旺达来到西井镇拿到图纸，应该就是幻视为旺达准备的隐居之地。只可惜还没有来得及建设，紫薯精来了，又是一刀附魔，真是伤害呀。对于钢铁侠托尼斯塔克的硬核回归，我他妈该喜该忧啊。其次想多说一句，在旺达回到小时候时，父亲拿光盘的暗盒里有2盒尼克鞋盒，所以说皮特洛，你到了复联2咋就穿上了阿比巴斯了呢？ You didn't see that coming? 下一集将是结局，片长应该会是全季最持久的，毕竟要解释的东西太多了。白幻视如果按照惯例 MCU 人造武器皆没有好下场，怕还是得靠能量场内的幻视来救场了。幻视可能不是人，但泰勒你是真的够啊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